再追似锦，真的被长兴侯世子曹兴玉气得牙痒痒。剧中他坏事做尽，人神共愤，开辟了连环虐杀案的新赛道。很多人都觉得他最终的目的还是冲着姜四去的，毕竟他对姜四垂涎已久。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未必。曹兴玉杀人如麻，天性带煞，他的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。单从剧情来看，曹兴玉对姜四确实有非分之想。前世姜四去长兴侯府看望姐姐时就被他欺负，最后拼死反抗挣扎才逃离了魔爪。这一世曹兴玉依然是同样的剧本和手段，逼迫姜倩邀请姜四去侯府小住，并且多次对姜四露出贪婪的目光。按照姜倩的说法，曹兴玉觊觎姜四已久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设法骗姜四入府，直接娶了姜四就行。如他这样嚣张跋扈惯了的人，喜欢的东西必定会想尽办法弄到手，可他却没有这么做，为什么呢？原来他先娶了姜四的姐姐姜倩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填堵了他对姜氏的欲望，但这并不能让他满足。于是曹兴玉开始寻找新的发泄渠道，强抢民女，百般虐待。那些无辜的女子被他带入府中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，玩腻之后被残忍杀害，尸体被埋在府内的花园里给芍药当花肥。剧中姜四偶然发现侯府有一处的雀药花比别处的更好看更鲜艳，走近才闻到下面的尸臭味，这才猜到芍药花下埋芳魂的可能。这个细节让人毛骨悚然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曹兴玉的残忍和变态。曹兴玉是在遇见姜四以后才变坏的吗？不，他本性如此。由于长期受父亲毒打，心中不服却无法忤逆父亲，只能将怨气撒到无辜的弱女子身上，用武力鞭打来寻找自己的存在感。姜氏的出现更加激发了曹兴玉内心深处的兽欲，让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他把姜四当成一个特殊的目标，想要通过征服他、占有他来体现自己并非像表面上看去的那样无能和懦弱。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控制欲，就像曹兴玉在擂台上对姜战痛下杀手一般。明明姜战武力平平，甚至站到上面都是靠银子开路，两人交手点到为止即可，曹兴玉偏要把姜战往死里打，狠毒残暴，一度失控。他想向在场的人证明自己的名副其实，全然不顾后果如何。自始至终，曹兴玉都不是非姜四不可。他虐打那些无辜女子和自己的发妻姜倩，只是想为自己的变态行为找到一个发泄口罢了。曹兴玉像一个被欲望吞噬的恶魔，在黑暗里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他的存在不仅是对姜四的威胁，还挑战了整个社会秩序。曹兴玉这个角色将人性黑暗的一面揭露得淋漓尽致，这让我们看到，在权力和欲望的加持下，作恶极易，深渊太难。然而，正义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在甄衡和于妻的联手下，秀娘告到御前，景明帝终于还了所有受害者一个公道。如果姜四没有重生，依然如上一世忍辱偷生，或许这件案子会石沉大海，无法昭雪。可见机缘这个东西也是看人的。成功退婚的姜四开始了逆天改命的剧本，而曹兴玉连环凶案就成了他恢复单身后的第一个副本任务。曹兴玉是姜氏的姐夫，也是长兴侯府的世子，仗着父亲曹勇的权势，在临安城内虐杀少女，为所欲为。姜氏的上一世就差点被这个人面兽心的姐夫玷污。如今两世为人，命运重启的姜四再度遇上了为非作歹的曹兴玉，自然不会手下留情，坐视不管。只是曹家高门大户，侯爷权倾朝野，背后又有长公主撑腰，因此即使所有人都清楚连环凶案的真相，也没有人能把曹兴玉绳之以法。于是在于妻的帮助下，姜四安排受害人家属秀娘拦御驾告御状。至此，案件被推到了皇帝面前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秀娘告御状的消息传遍京城，一时之间成了临安城内的热搜新闻。于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。随着舆论的发酵，曹兴玉案件的走向成了万众瞩目的重要事件。无奈之下，皇帝只能秉公办理，痛下决心，判处曹兴玉秋后问斩。至此，于妻与姜四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曹兴玉虐杀少女，罪大恶极，凌迟10000遍也是咎由自取。但是在曹兴玉案过后，大周皇帝却并不开心。毕竟皇帝虽然人在深宫禁苑，
但是心里装的却是九州万方。对于曹兴玉的所作所为，临安城内早就传得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。皇帝向来遍地眼线，爪牙无数，又怎么会不知背后的真相？帝王心，海底针。景明帝既然了解长兴侯府发生的一切，那么他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的态度就很值得琢磨。就像在判处曹兴玉死刑之后，皇帝对甄衡说的那样，长兴侯手握重兵，权倾朝野，杀了侯府的世子，既会失了君臣间的情谊，更会让曹勇感到寒心。因此，对于皇帝而言，处死侯府世子并不是他的既定计划。在深谙权术之道的皇帝眼中，10几条贱民的性命与长兴侯府的世子，他用脚后跟都能分出孰轻孰重。从古到今，在权力的游戏中，向来都是不问对错，只讲利弊。皇帝不愿意处死世子，因此才会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于七是大周的七皇子，也是官场的老油子，他知道在利益面前，小民的生死不值得一提，因此他才会出此下策，怂恿秀娘去告御状。如此一来，曹兴玉连环凶案，皇帝即使不想过问，也不得不过问。甄衡、于七、姜姒、秀娘4人齐心协力，用这样的方式将案情公之于众，却也将皇帝架在了火上烤。如果没有告御状的事情，皇帝自然会装聋卖哑，曹勇也能大事化小。如今于七与姜姒把问题公开化，这就等于绑架了皇帝。因此在案件尘埃落定后，皇帝依然愤愤不平。他明明是一国之君，9五之尊，最后却被别人绑架，不得不判处侯府世子死刑。皇帝的这份委屈，又有谁会理解？只是纵然甄衡等人绑架了皇帝，但是在侯府夫人自杀、侯爷求情的背景下，皇帝只要眼一眨，手一松，头一点，就能够刀下留人，放过一马。毕竟夫人已经选择了一命换一命，皇帝自然可以就坡下驴，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既然皇帝害怕处死曹兴玉会寒了长兴侯的心，他为什么还要判处世子秋后问斩呢？答案很简单，皇帝在杀鸡儆猴，借曹兴玉的人头敲打长兴侯，震慑长公主。事实上，在大周朝堂之中，2人转是基本的政治格局。皇帝与长公主之间看似是一奶同胞，兄妹情深，实际上却是塑料兄妹情。皇帝君临天下，公主树大根深，在2人隔空的博弈中，朝臣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选择站队。长兴侯曹勇是长公主阵营的核心成员，在曹兴玉被抓入狱后，曹勇3番5次地向公主求援，希望能够借长公主之手为儿子脱罪。这一切景明帝必然是一清二楚，心知肚明。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，伤人也伤己。对于曹勇而言，掌握兵权既是安身立命的本钱，也是无妄之灾的根源。世上的皇帝往往天生都有严重的疑心病。景明帝生性多疑，刻薄寡恩，本就对曹勇心有忌惮。如今在危机来临之时，他本能一般的投靠长公主，向对方求援，这已经触及到了皇帝的逆鳞。因此从长兴侯求公主救人之时，曹兴玉的生死就已经注定。所以皇帝虽然对甄衡、于七、姜姒策划的告御状行为感到不满，但还是象征性的罚酒3杯，下不为例。于七借刀杀人，皇帝敲山震虎，在这场父子局的交易中，2人都是赢家。景明帝果然是精明帝，